給你出一道題，只有一次機會，答錯不重來。你要在今天親眼看到一口1200年前的頂級的唐刀。注意條件，不是繡成一根鐵條，要靠考古報告腦補原樣的那種，是金具，還會反光，鞘上用金粉畫的走獸，還看得清，連當年的入庫登記賬冊都還留着的那種。你只能去一個地方，想好了嗎？西安那邊就是長安、洛陽、東都、敦煌，滿牆都是刀光劍影的壁畫，都錯。答案是日本奈良保存最好的幾口，在日本奈良一座木頭蓋的舊倉庫裡，倉庫叫正倉院，裡面那口竹筊叫金銀殿裝唐大刀。這一集我們沿着一條線走，先去長安碰個壁，再到奈良開倉，把這口刀當物证，從刀尖驗到鞘尾，看它到底是唐朝貨還是日本仿的。還有为什麼有人叫它日本刀的祖師爺？這3個字要打引號，等一下你就知道為什麼。翻開《唐六典》，唐朝開元年間修的行政法典，大約738年修成禁上，裡面把刀的制度寫得清清楚楚。刀之制有4宜：刀、章刀、橫刀、陌刀。注文的大意也很生動。仪刀是儀仗用的，裝飾金銀，一味拿在手上撐場面。傳統可以一路追到更早的玉刀、長刀，舊式的還帶龍鳳環。章刀是遮擋護身用的，橫刀是兵士佩在腰上的刀，名字從隋朝來。陌刀是步兵拿的長刀，接近古代的斷馬劍。你看制度面寫得有夠完整，對不对？問題來了，實物呢？《舊唐書》這些正史裡，陌刀出現了很多次，威名赫赫。可是陌刀到底長什麼樣？到今天沒有一件公認的實物。壁畫跟陶俑倒是很多，像懿德太子墓壁畫那種一排一排的移位，腰上都掛着刀。可是那是畫，不是刀。出土品裡比較常被提起的是1990年代初發掘的長安斗角墓。出過一口裝具講究的早期唐代環手刀，可以證明唐朝真的有豪華佩刀。這口先記着，等一下要拿來當對照組。總之，在中國本土，你幾乎找不到一口帶完整裝具能擺出來當頂級唐刀標本的傳世品。原因不神秘，刀是兵器，會用壞，會回爐重打，會陪葬，爛在土裡，鐵埋1000年。挖出來常常剩一根繡條，鞘把金具全沒了。講白了，中方這邊是制度書很清楚，實物幾乎交白卷。那日本憑什麼有？因為奈良做了一件全世界都極少見的事，把東西封起來，一封就是1200年。這個地方是東大寺的正倉院，用一根根木料疊出牆壁的孝倉造倉庫，整棟架在高柱子上，防潮防蟲，外表樸素到不行，裡面裝的卻是8世紀東亞工藝的天花板。故事從756年講起，日本年號天平聖保8年，這一年聖武天皇過世了。這位天皇生前倾全國之力蓋東大寺鑄大佛，是奈良時代最虔誠的一位。他的皇後光明皇後在丈夫過世49天的7祭那天，756年6月21日做了一個決定，把先生生前最珍愛的東西成批施入東大寺，獻給大佛，為亡夫祈冥福。願文裡那句話轉成白話，就是捨出國家的珍寶，所以這份獻納清單就叫國家珍寶帳，是東大寺獻物帳裡最有名的一份。明日方帳冊真正恐怖的地方在於細刀劍類，寫玉大刀100口。注意哦，束刀的單位是口，1口、2口，古來的用法我們全程照用。這100口是這樣分的：劍3口，旋佩刀9口，大刀44口，黑奏大刀41口，橫刀1口，杖刀2口。那44口大刀再細分，唐大刀13口，大刀23口，唐樣大刀6口，
高麗樣大刀2口。中方唐6典把刀按職能分4種，橫刀是全軍人手1口的標配。日方國家珍寶帳呢，橫刀只記了1口，反而把唐大刀、唐樣大刀、高麗樣大刀單獨開類，兩邊一對。有意思的地方來了，奈良宮廷分類的標準是樣式，是風格，不是長安兵制的複印件。這也提醒我們，不要看到唐大刀3個字就當成海關的進口標籤。而且這份賬不是登記個名字就算了，對應我們主角的那一條，幾乎是現場筆錄轉成白話，大概是刃長2尺6寸4分，刀鋒是2刃的，刀把纏膠皮，有3形金具，葛形柴紋，鞘上是墨金鏤工藝，配白皮旋，紙皮带直，一口刀斜到刀尖，这种对着這一口的精度，中方文獻裡幾乎找不到對應的寫法。這條筆錄先收好，等一下驗貨要用，捐給佛的東西，照理不能拿回來用，對不對？可是賬冊之外還有出張賬。760年1月18日，天平寶治3年的年底，出賬過件4口大刀1口。真正的大出血在7流4年惠美壓勝之亂，也叫藤原重麻呂之亂，一場實打實的政變，朝廷缺兵器。764年9月11日，直接從正昌院搬走玉大刀48口，黑座大刀40口。你想象那個畫面，當年為亡夫起冥符、封進佛前的刀，被軍隊一箱一箱抬出去平亂。賬面上那100口到764年，大概93口已經出去，只剩7口。而能明確對上北昌獻納系統今天還看得到的正主，主要就是1口金銀鈿裝唐大刀，加上無足鞘、玉杖刀、漆塗鞘、玉杖刀這幾口杖刀，就這樣。有人會說，可是正昌院不是還有幾十口刀？對啊，中昌確實收着來歷比較亂的大刀幾十口，但那些跟國家珍寶帳的獻納系統對不太起來。所以拜託，不要再講正昌院裡還躺着100口唐刀，絕大多數在760年、764年2波出帳裡離開了。賬冊上的正主基本只剩1口，也正因為只剩1口，這1口有夠重要。好，現在把這口刀當物證，從刀尖驗到鞘尾，它收在北昌，編號38，日文讀 King 一連點卡扎里諾卡拉塔基。鈿就是把金銀珠寶嵌上去做裝飾的意思。先講尺寸，全長99.9公分，刃長78.2公分，進就是插進刀把裡那一段鐵13.6公分，把連繩約18.5公分，鞘長81.5公分。這邊就可以做第一次驗貨了。賬上寫刃長2尺6寸4分，按奈良時代用的尺一換算，差不多就是今天量到的78.2公分。1200多年前的登記員跟今天宮內廳的卷尺對得起來，這種感覺說真的超踏實。刀身的重點來了，切刃照，把刀身橫切開看斷面，單面開刃，從刀背下來，先是一大段平面，快到刃口才斜下去磨出刃。那條轉折稜線蠻靠近刃這一側，這跟後來日本刀主流的好照不一樣。凹照的稜線高高地靠近刀背，斷面更利於劈砍。這2個詞先記着，講技術時要用。再說賬上寫鋒折2刃，看實物，整段刀身單刃，刀尖那一段連刀背也開了刃，變成2面刃，這叫鋒兩刃照。日文讀切薩奇摩羅瓦朱克里。砍的時候是單刃刀，刺下去的時候尖端2邊都能切。後來的日本名刀小屋丸就是這個設計的有名後續，點一下就好。賬冊寫的跟玻璃櫃裡躺的又對上一條。還有個冷知識，它雖然歸類直刀，其實不是尺，一般筆直。刀身有非常輕微的反就是往刀背方向的彎曲，非常巧，但確實在刀背接近山洞帶稜線的多面型
刃紋是安安靜靜的直刃，經尾做成利尻，像栗子底部那樣圓弧收尾，有木釘孔，懸掛通孔。專家的評價是，外裝走儀式路線，刀身鍛造卻極優秀。它不是擺着好看的道具，是一口真的刀。外裝是最華麗的部分，刀把殘膠皮、鯊魚或鱈魚的皮，表面顆粒防滑。杖上那句膠皮把就是它。把頭裝唐草紋透雕金具，唐草就是捲來捲去的蔓草花紋，沉就是護手，做鱼子地。唐草浮雕，先在金屬上敲出魚卵一樣密密麻麻的小圓點當底，再浮雕花紋。鞘是木胎黑皮上黑漆，然後用墨金鞣日文讀骂氣勤魯，把金粉撒進漆面，畫出花雲奔跑的走獸。杖上鞘上墨金鞣作，驗貨又過一條。這個技法被認為很接近後來日本石繪裡的岩出石繪，講白了是石繪的老祖宗之一。鞘上另有銀台鍍金的透雕金具，嵌水晶跟彩色玻璃，水晶下面靛珠紅彩繪，光一打進去會透出紅色，整個心機滿滿。鞘背兩處三形帶直，還殘留紫色皮革。杖上三形紫皮帶直也都寫了。杖上另外繫的黑紫羅帶、绯紅底高麗錦刀帶，可惜今天已經不傳。配法也講一下，2點懸吊，斜掛腰間，隨手一抽就出鞘。這種雙副耳式配法，大約6世紀中葉以後，在整個東亞流行，從波斯、中亞一路到長安，再到奈良。更早的主流是劍穗式，用玉剑把刀劍別死在腰帶上，帥是帥，拔刀超不方便。光看配法，這口刀就是那個時代的國際流行款。那這口刀到底唐朝做的還是日本仿的？先講結論，吵了100多年沒有結案。我們把兩邊說法攤開對，氣質對得上，形制對不上。中方唐6點說移刀，裝以金銀移位所值。你看這口也是金銀鈿裝，也是儀式刀，氣質有夠像，對不对？可是祝文里移刀那個舊傳統是帶環的，龍鳳環。這口沒有環，反而是切刃造鋒，兩刃微微反。真正對得上環這個老系統的是鬥角木那口環手刀，所以兩邊一對，氣質像移刀，骨架不是移刀的舊家譜，不能直接宣布這就是唐6點裡的移刀。學界也沒人敢講死。中方學者對日方官方，1930年代在京都帝國大學教書的中國學者傅雲子得到特許進正倉院看寶物，後來寫成《正倉院考古記》。他看過這口刀，傾向理解成純粹唐制，就是進口貨，用來跟唐樣大刀區分。這是中方觀察者看日方實物的聲音。可是日方後來的研究把這個判斷搖鬆了。明治學者黑川真奈也偏唐制，但工藝史學者六角直水提出刀身或許可能來自唐，外裝就難講。鞘上那個墨金騾，在中國到今天找不到同類一例，而且刀裝的唐草金具跟聖武天皇、光明皇後李冠拆下來的殘劍上的葛形裁紋非常像，同一個審美圈，甚至可能同一批工匠。而禮冠是日本宮廷的東西。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今天的官方口徑是唐大刀，唐風的大刀，外裝豪華的儀式刀。注意哦，是唐風，不是唐產，純粹唐制對上唐風。中日兩邊一對，答案就是件件有爭議，沒結案。學界還在吵，我們就誠實的說還在吵。那祖師爺是怎麼回事？先把一個用字問題講清楚，不然越聽越亂。日文裡大刀和太刀讀音一模一樣，都念塔字，可是刀劍史的書寫慣例上，上古的直刀寫大小的大刀，平安時代以後的
彎刀寫太陽的太刀，所以金銀殿裝唐大刀用大，一眼就知道這是彎刀成立之前的直刀系統。这个用字差異，我們全程遵守。日本刀劍史把早期直刀叫上古刀，主流斷面就是切刃造，而大家腦中那個經典日本刀彎的、搞造的，騎在馬上一刀拖割過去的太刀，是平安時代中後期才長出來的。中間發生了什麼？戰爭形態變了，騎兵作戰越來越重要，馬上揮砍，彎刀碰到目標是劃過去切。直刀是硬砸，差很多，於是出現毛拔型太刀這種過渡型刀身，開始由反斷面從切刃造慢慢走向凹造，強度跟劈砍性能整個上去。所以技術史的講法是，切刃造直刀是後來日本刀的起點之一。注意，是之一，不是唯一。鍛造、淬火、本土出土的各種刀，鏈條很長，細節學界也還在吵。但這口刀珍貴在哪？它讓你親眼看到鏈條最前端長什麼樣。切刃造鋒，兩刃加一點點，幾乎看不出來的反。你幾乎可以說，彎刀的第一口氣已經在這口直刀身上呼吸了。浪漫了點啦，但八九不離十。憑什麼它活得下來？兩個字。將風。北倉收的是聖武光明系統的獻納品，等於皇家聖物。開倉必須有天皇派的御史到場。後來更發展出把寫有天皇署名的紙纏在鑰匙上，紙不拆，門不開。這邊說明一下，這種嚴格版郡封是室町時代以後才完全定型的，但平安時代的記錄裡就已經叫正倉院彖封長了。管制很早就在南昌一度是岡封，東大寺僧團自己管。明明治以後整體收歸官方，今天歸宮內廳，效果就是一個時間膠囊，不外借，不陪葬，不流通，不給人摸，連開門都要天皇點頭。別處的唐刀爛在土裡，耗在戰場，融在改朝換代，這裡的東西安安靜靜躺了1200年。今天想看它，也不是買張門票推門就進去哦。每年秋天，奈良辦一次正倉院展，寶物輪流露面。這口不是年年出場，真輪到那一年，刀劍迷排隊排到天荒地老。說真的，超值得。講到這邊，潑一盆冷水。網絡上、影視劇裡某些刀商那邊的唐刀，跟這口實物常常對不上。為什麼容易錯？第四組對照就在這裡。很多現代復原只抱着中方唐6典那4個名字，加壁畫剪影，再加遊戲跟影視的帥氣濾鏡，做出來筆直，搞造斷面，現代軍刀式握把。可是驗收標準應該是什麼？是日方國家珍寶帳那條筆錄加北倉38的實物。民封者2刃有嗎？墨金鏤有嗎？膠皮把那一點點微反切刃造斷面有嗎？一條一條對下來，大多全軍覆沒。我不是說復原沒價值哦，那份熱情跟推廣都很好啊。但請記得，那是現代人心中的唐刀，不等於8世紀的唐大刀。順便處理一個網絡常見講法：馳騁的鹿島神宮有一口傳世非常久的黑漆裝直刀，網文很愛說它是唯一公認的唐大刀。公認2個字，請自動打上問號。形制、年代是不是唐制？學界都沒有講死，我們輕輕帶過就好，不要替古人簽名。最後把2個容易極端的言論說清楚。第一個極端，日本刀是完全獨立起源的，跟大陸沒關係。不對，切刃造直刀，雙覆耳配法，膠皮把唐草，金具全是東亞大陸技術圈的東西。日方賬冊自己都寫着唐大刀、高麗樣大刀，這個國際血緣賴不掉。第二個極端，日本刀就是唐刀換皮，也不對。從直刀到太刀，中間是幾百年的戰爭需求、鍛造試錯，還有像墨金鏤這種在中國
找不到同類一例的工藝發展。彎刀的反稿，照的斷面，後來的刃紋美學，是日本刀匠自己一錘一錘敲出來的。起點有淵源，不等於終點是複製。所以後來的日本刀，不是從零長出來的，也不是唐刀複印機，它是一場跨海的長達幾百年的技術對話。而這場對話的開頭幾句，中方寫在制度書裡，日方封在奈良那座高腳木倉裡，一封1200年。哪天你真的去了奈良，秋天正倉院展，玻璃櫃裡剛好躺着那口金銀店裝唐大刀，麻煩你替所有喜歡刀的人向他鞠個躬。想理解日本刀，先向這幾口直刀鞠躬。我們下條影片見。